9月3号，北京93阅兵本该是习近平的强势秀场，但这一次坦克、飞机不重要，真正的焦点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政治脸谱。谁出现，谁缺席，谁笑得灿烂，谁愁眉苦脸，这些镜头比阅兵方阵更能透露中共权力的暗潮汹涌。这会不会是王朝换班的前奏？你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燕青。我们先看海外来客，城楼上习近平的左右护法是东夷高丽王金正恩和北方罗刹王普京。回顾10年前的第一次93阅兵，当时呢，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分别排在外宾第1和第2位。而这次阅兵，普京仍然排在第1位，但第2位已经变成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不仅人员发生变化，站位也有变化。10年前，习近平一边依次是普京、朴槿惠等外国元首，另一边是江泽民、胡锦涛等退休中共领导人。而10年后的今天，元老们和习近平可能都无意再装团结了。因为没人和习站在一个阵营了，也就都想避免同框的尴尬，不必站在一起了。习近平朝中无人，干脆让普京和金正恩站在自己的左右两边。中俄朝3巨头同框登场，是历史性的首张大合影。习近平不甘心做孤家寡人，硬是拉来一个小弟金正恩，再拽上一个战斗民族的普京，凑成个3人组，好像能壮壮声势。问题是，这2位站台嘉宾自己都快病入膏肓，哪有力气给习近平续命？习近平的这手安排，可能主要想给国内的对手看看自己还有国际牌在手。可是就怕3人斗地主还没开局就被拆伙了，因为普京这次突然对器官移植和长生不老这些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怕不是在担心习近平那副摇摇欲坠的身体，觉得他们的联盟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习近平赶紧给普京吃了个定心丸，本世纪人们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是为了紧紧抓住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独裁者们都热衷续命工程，对世界才是真正的灾难。再看自家人，中共高层除了现任7常委一个没少，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的还有温家宝、李岚清、王岐山、汪洋等一票卸任大佬。这些人现身等于政治表态，他们在权力的版图上仍占据一席之地。而不在场的胡锦涛依然成为不少媒体的焦点人物，似乎无声更有声。82岁的胡锦涛、96岁的朱镕基以及108岁的中共元老宋平都未露面，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身体原因。现任7常委习近平、李强等各就各位，与到场的外国元首穿插站位。大阅兵原本应该是件高兴的事，应该是习近平和习家军的主场。但观察人士纷纷发现，习近平神态异常，眨眼摇头，面色难看，忧心忡忡，讲话有气无力，一脸丧气，没有一丝一毫的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劲头。而李强抢戏宣布阅兵典礼正式开始，或许也是为了维护表面的派系平衡。而其他习家跟班们因为混在外国友人中，镜头都是一闪而过，说是都沦为配角也不为过。而代表元老的温家宝、李瑞环在阅兵城楼上的位置可谓是出境级的待遇，左右全是自家人，坐得稳稳当当。温家宝神采奕奕，李瑞环笑容可掬，那副变色眼镜一戴，妥妥的是成了全场最抢镜的老男孩。而这一切其实早有伏笔。去年9月30号晚，北京举行11见证75周年招待会，温李2人就被安排在习近平两侧，与他举杯同饮，谈笑风生。当时外界就窃窃私语，这场面不寻常，怕是暗示权力微妙转移了。如今再看，那杯酒恐怕不是单纯的庆祝，而是肩杯。因为以往坐在首桌的都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而那次却被退休元老们取代。
换言之，今天的阅兵式上，习近平的角色也更像是温家宝、李瑞环请来的特约演员，场子是他们镇的，习近平只是上台走一段流程而已。而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就是王岐山，他一改往日时常摆出的扑克脸，一反常态的满面笑容，轻松自在。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曾经亲密到能合盖一床被子。在习的第一任期，身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手握反腐大刀，一时间名震朝堂，替习近平清除了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等一票政敌，刀刀见血，堪称最得力的开路战神。可到了习的第二任期，风云突变，王岐山被无情地踢出了权力核心。他昔日的亲信盟友也被逐一拔掉羽翼，从此以后，朝堂上再难见到王岐山那副意气风发的样子。而如今呢，王岐山却露出了久违的春风笑容，不知道是不是跟习近平权力生变有关。与王岐山那种相对轻松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他脸色凝重，双拳紧握，额头见汗，还不时伸手擦拭，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这次现身也是他卸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外界普遍视他为习近平的心腹之一。然而，就在今年7月，他却突然被宣布不再担任新疆党委书记，理由模糊，仅以另有任用带过。他既未到退休年龄，也未满任期，这样的调动被广泛解读为是习近平遭遇的一次重击。更耐人寻味的是，马兴瑞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同为山东运城老乡。金融时报还曾披露，两家有着一定的家庭渊源。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习近平正式掌权之前，马兴瑞就时常出入习家，被视为最贴近习近平的高官之一。如今这样的亲信突然被边缘化，难免让外界怀疑这背后是否反映出习近平权力旁落的暗潮汹涌。镜头扫过，还有一个身影被捕捉到，就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胡春华。在习核心日益衰退的档口，胡春华的身影这次虽然不太起眼，但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这个潜在的备胎正在逐渐被摆上桌面。这场阅兵，台上是军容壮盛，台下却是将星陨落。习近平亲手提拔的自己人接连失踪，中央军委几乎打成半残。本应镇场的将领缺席，连阅兵总指挥都临时换人，军中气氛诡异。阅兵似乎不是炫耀武力，而是清洗的注脚。这次阅兵背后的最大背景是军队高层正在经历罕见的人事巨震，被整肃的将领多数还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自己人。何卫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与习近平早年在福建就有渊源，中共20大后获得破格提拔。然而近来他却在公开活动中彻底消失，官方既不见人影，也迟迟不宣布处置。苗华也是习近平的福建亲信，主管军队政治工作的上将，去年因严重违纪落马。李尚福，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同样被查。这3人出事，使得中央军委7个席位空缺高达3人，几乎成了半残状态。而在这次的阅兵仪式上，何卫东依然没有现身，另一位副主席张又侠则稳坐城楼第一排，红光满面，但神情严肃，全程紧盯场面，如压舱石般存在，起到了军方定海神针的作用。而阅兵前夕，更有将领缺席，引发猜忌。上个月，习近平同中央代表团出席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典，规格空前，但在拉萨与驻军合影时，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均未露面，打破惯例。阅兵总指挥人选的异动更是耐人寻味。按照惯例，应由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担任，但这次却改由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岩中将陪同习近平检阅部队。看来是真的没人了。值得注意的是，王强早在所谓的81建军节98周年招待会时就已经缺席，至今踪影成谜。可以看出，这场阅兵不只是军事展示，更像是高层洗牌的现场注脚。
缺席名单、换人细节都透露出军中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清洗和重组。在阅兵场上，最受关注的并不是坦克方阵，而是习近平。这一次，他的状态与10年前相比，几乎判若两人。从当年的意气风发，沦落到如今的疲态毕现。央视的直播镜头无法掩饰，习近平讲话声音低沉，脸色晦暗，整个人透出疲态。他走路时脚步一跛一跛，站立时脖颈肌肉还不断抽搐，甚至在检阅车上，双眼几乎难以完全睁开。这些细节都被专家解读为脑中风后遗症，乃至于帕金森的典型症状。习近平到底怎么了？这一幕与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的习近平还在定于一尊的上升期，讲话足足3000字，语气强硬，杀气腾腾。而今天他的发言不到1000字，多是外交套话，整个过程几乎未见笑容，更多的是凝重和压抑。其实，习近平以前是非常喜欢阅兵的，除了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2017年共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到达位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他穿着迷彩服，指示军人，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2018年，他又在南海进行海上阅兵。到了2019年，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阅兵式上，习近平检阅的口号已经从首长好变成主席好，从意气风发到日薄西山。10年间，习近平的变化不只是体力上的衰退，更折射出政治上的困境。阅兵原本是展现强势的舞台，如今却成了暴露疲态的镜头。10年前，习近平借着阅兵高调登场，镜头里是一位权力正盛、满怀自信的新君。10年后，同样的城楼，同样的阅兵，却拍出了一个步履蹒跚、神情黯淡的孤家寡人，被外界读出权力不稳、健康不佳的信号。阅兵原本是为了展示国威，但这一回却更像是一场公开的健康检测与权力体检。坦克依然整齐，飞机仍然轰鸣，唯独最高统帅显得日薄西山，让人看见一个孤立、沉重甚至摇晃的老人。好的，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